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人类诞生以来，一共有12个人登上过月球，8个人潜入过马里亚纳海沟，而只有1个人在加速器中被高能粒子爆头，并且还活着。这个人叫做安纳托利·布高斯基，今年78岁，生活在莫斯科南边的一座科学城当中。故事发生的那一天，他39岁，正在维护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离子加速器。突然，他看到了一道比100个太阳还亮的闪光。这天是1978年6月3日，接下来的3个月当中，布高斯基将经历一场1个人的切尔诺贝利。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人类肉体上最惨烈也是最幸运的一场核事故。如果你现在访问一段不存在的网址，浏览器会告诉你错误代码404。而1978年，我们这颗星球上至少存在着60座404城市，地图上没有标注，邮政系统中无法查询，甚至从卫星上查看也是一片森林、矿山或者是沙漠。莫斯科南边100公里，一片松树森林当中就隐藏着这样一座404城市。全苏联最优秀的高能物理学家、技术人员、保障人员、秘密警察、克格勃特工，包括他们的家属，全部居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城市当中。因为这里有一座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离子加速器 U70。 这座秘密城市人口4万，1963年建成，1967年加速器开机，一直到1968年第一批实验才完成。但直到1991年我们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甚至直到1997年我们才知道了布高斯基的故事。这里是一片苏德古战场，二战时期苏德双方都在这里留下了无数的残骸、壕沟和弹片。科学家的孩子们总是拿着这些碎片回家，而 U70 加速器事实上也是在地下从这些碎片当中穿过的。离子加速器毫无疑问是人类设计并且建造的最复杂的机械。目前最大的离子加速器是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建成于2009年。它横跨法国和瑞士2个国家，埋在地下175米深的地方，是一个周长27公里的巨大圆环。它可以把2束粒子加速到光速的 99.9999%， 然后让它们相撞，产生新的粒子，甚至可以产生一个微型的黑洞。它的核心组件当中有数千亿根离态超导线缆，每根直径只有 0.0007 毫米，和一根头发丝的1%差不多。如果把这些导线全部连起来，它们能往返地球和太阳6次，剩下的部分还足够往返月球150次。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冰箱，需要120吨液氮来驱动，让线圈保持在零下270度工作。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火炉，离子对撞的一瞬间，温度可以轻松超过太阳中心温度的10万倍。它可以让一束粒子加速到拥有 3.5 万亿电子伏的能量。虽然我们今天依旧不清楚 U70 加速器它的具体参数到底如何，但类比以后发现，它当年也可以把一束粒子加速到760亿电子伏，达到光速的 99.993%。U70 周长 1.5 公里，开机一次光是制冷时间就需要1个月，关机时的升温时间又要花上1个月。1967年首次开机，整整花了1年才完成，所以这台加速器从不关机。于是 U70 运行10年以后，布高斯基的故事就要发生了。这天 U70 像往常一样完成了几次试验，突然检测系统报警，粒子通道上出现故障，需要人工检修。值班室里的布高斯基打电话告诉控制台，自己将在5分钟后到达故障位置检修，请控制台在5分钟后偏移光速。控制台回复收到。然后布高斯基开始按照标准的流程线路前进。这条路他已经往返了几百次了，先是穿过走廊，通过楼梯到达地下大厅，在大厅中按照指示线穿过混凝土迷宫，找到出现故障的同步加速室，等待光速偏移，隔离门上的警示灯熄灭，门锁自动打开，然后进入同步室检修故障。同步室不是真空，光速只是从这里飞过，所以布高斯基并不需要什么额外的护具，他连头盔都没有戴就直接出发了。结果他没有用到5分钟就到达了同步室。这个时候控制台还没有偏移光速，按常理现在同步室的隔离门应该是亮着指示灯并且被锁死的，
结果由于那天控制程序错误，系统误认为这里并没有高能粒子通过，所以电磁锁并没有锁死。同时，门上那盏本应该被另外一套容错系统控制的警示灯也恰好刚刚被烧坏了。布高斯基到达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警示灯亮着，一推门门也没锁，于是他就认为控制台已经偏移了光束，自己可以安全进入了。进入同步室以后，他进入了离子管道，弯下腰来，正准备检查故障的时候，他说他看到了一道比100个太阳还亮的闪光。后来被证实，这道闪光正是一束高能粒子击中了布高斯基的后脑勺，能量高达700亿电子伏，速度达到了光速的 99.9%。 入射口的辐射剂量20万纳德，粒子在大脑中碰撞散射以后，达到出射口时辐射剂量高达30万纳德。1纳德相当于10万毫西弗。我们前面分享过，让大内九变成那条人的辐射剂量只有2到3万毫西弗，让斯诺廷丧命的辐射剂量也只有1万毫西弗。而这一瞬间，布高斯基受到了至少300万毫西弗的辐射。这里是一份世卫组织公布的辐射剂量对照表，只需要1万毫西弗，你就已经是活死人。布高斯基毕业于国立核子研究大学，前苏联培养核专家的顶级机构。他非常清楚这些问题，虽然他连一点疼痛都没有感觉到，但是高能粒子和超大剂量的辐射已经袭击了他的大脑，急性辐射中毒正在等着他。他的命运和大内九斯诺廷不会有什么区别，全身的 DNA 断裂，他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死亡。布高斯基很淡定，继续完成了自己的检修工作，关上门返回值班室，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儿，在日志中填表，记录下自己被轰击的时刻和过程，然后继续上班，下班回家，第二天再上班，他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直到第二天下班前，同事才发现了他的异常，他的左脸肿了起来，鼻翼的地方还出现了一道被灼烧的痕迹，后脑勺也掉了一块头发。同事送他到医务室，直到这个时候，布高斯基才讲出了自己被高能粒子轰击的经过。所有人都吓坏了，医生帮他做了初步的检查，在病历上写下横截面2×3毫米，高能粒子轨迹，头部枕骨，左颞叶中基底区，左颞叶金字塔区，颞骨，鼓膜腔，颌窝，左鼻翼组织，入射口辐射剂量20万纳德，出射口辐射剂量30万纳德。布高斯基被紧急送往莫斯科，这里有家专门救治辐射病的特种医院——苏联卫生部第3局第6医院。他的主治医师是古斯科娃，当时全世界最顶尖的放射医学博士，他几乎参与了美苏核竞赛当中所有的辐射病治疗。他救治过1957年克什特姆核废料爆炸事件中受伤的工人，救治过1961年 K19 核潜艇上受到核辐射的官兵，也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医疗总长。古斯科娃看了布高斯基被击穿的枕骨，还有一些引露出来的脑组织，然后安排他住进了3局6院的 ICU。 据说没有人能从这间 ICU 中活着出来，与其说这是一间医疗室，不如说这是研究人体辐射的实验室。同时，古斯科娃开出了一份长长的设备和药物清单，要求总局动员全国力量筹备物资，他有信心拯救布高斯基。古斯科娃的这张清单折合现在超过数千万美金的价值，总局领导都没有敢签字，但古斯科娃还是展开了救治。古斯科娃认为布高斯基其实是受到了一次意外的质子治疗，这个治疗理论在当时是西方最先进的癌症疗法，也还在试验当中。原理大概是这样的：高能粒子击中物体后，并不会立刻释放能量，而是会产生一个布拉格峰，在这个布拉格峰值的时候呢，释放所有的能量。布拉格峰会根据粒子的属性和被击中物体的属性，在不同的位置出现。计算这些属性和位置，科学家们就可以用离子加速器控制高能粒子去轰击体内的癌细胞，让高能粒子在癌细胞的位置精准释放布拉格峰，击碎癌细胞的 DNA， 从而杀死癌细胞。古斯科娃认为，高能粒子穿透布高斯基的大脑的整个过程当中都没有来得及释放布拉格峰，如果释放了，那就不是看到1000颗太阳的问题了。布高斯基的这些描述，这种闪光在前苏联的宇航员穿越地球上空的辐射带的时候也出现了，
这是高能粒子刺激大脑神经产生的视觉错误信号，就有点像我们被重拳击中以后眼冒金星的感觉。在以往的辐射病当中，患者都是全身受到数秒甚至数十秒的辐射轰击，虽然这个轰击量只有几千1万毫西弗，但是在以秒为单位的时间里，几千1万毫西弗的辐射剂量足够粉碎全身的 DNA 了。所谓的辐射其实就是一些具有能量的粒子，这些粒子就像一颗颗小子弹，它们会轰击 DNA， 而 DNA 是细胞复制的蓝图。身体要制造新的细胞，就必须有完整的 DNA 蓝图。如果身体受到了小剂量的辐射， DNA 损坏不太严重，那么身体能够修复 DNA。但如果辐射剂量过大，全身的 DNA 全部被彻底粉碎，身体就无法修复，这样新的细胞也就无法正常产生了。比如我们的皮肤细胞每28天就会全部代谢一遍，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皮肤、肌肉、骨骼、内脏、大脑等等的组织和器官，它们的细胞都会慢慢的死亡，但没有新的细胞补充进来，你就会眼睁睁的看着身体一块一块的脱落。这是辐射中毒的主要致死原理。古斯科娃认为，布高斯基虽然受到了300万毫西弗的辐射剂量，但是时间足够短，辐射源是以光速通过的，这就意味着辐射可能只来得及杀死那一条线上的脑细胞，并没有危及全身的其他细胞。恰巧脑细胞是可塑性非常强的细胞，这个神经元死了以后会立刻被其他的神经元填补。现在布高斯基的视觉、听觉、智力都没有任何损伤，这些迹象就是以上所有猜想的证据。布高斯基的真实病例更像是被一个极小的钢丝刷光速穿过大脑，并且在2×3毫米的区域内搅拌了一下，所以他可能不会死。但是布高斯基在接下来的1个月当中，还是陆续出现了和斯罗廷大内酒一样的辐射中毒症状，面部肿胀、细胞坏死、组织脱落，左耳听力也消失了，但他的意识还清醒，不断的呕吐也出现了，这是体内细胞辐射中毒的症状。在其他的病例当中，斯罗廷撑了9天，大内酒撑了83天，布高斯基受到的辐射剂量是他们的几百倍，还有人撑7天呢。结果到了第3个月，布高斯基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这张照片就是在第3个月的时候拍摄的。他除了左耳失去听觉，左半边脸彻底面瘫，偶尔会发生强直癫痫以外，竟然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智力、情感、判断力毫无变化。至今都没有人能解释布高斯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医学奇迹，甚至有人怀疑古斯科娃这些前苏联的辐射专家是否真的已经通过大量的实践找到了救治辐射病的方法。总之，一切成谜。18个月以后，布高斯基像正常人一样回到了工作岗位，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他甚至还在后来取得了一个博士学位。他思考的时候，左半边脸没有表情。几十年以后，大家惊奇地发现他的左半边脸被冻龄了。有人说这是面瘫导致的，但也有人说其他的面瘫患者并没有出现如此明显的冻龄现象。由于前苏联一直对核试验都保持着最高级别的保密制度，所以布高斯基在1978年之后的19年当中，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他的事故和医疗细节。直到1997年，连线杂志的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的故事才被曝光。当时他55岁，生活并不富裕，还要承担很重的医疗负担。西方科学家非常想进一步研究他的病例，邀请他前往西方，但是他拒绝了。至今他都生活在普罗特维洛，已经是一个78岁的老人了，身体依旧硬朗。布高斯基说，在3局6院接受治疗的时候，他接触过很多意外受到辐射的病友，见识过辐射的可怕。他们彼此聊天，但很少谈论受伤的事故，也很少谈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有人计算过，布高斯基一个人受到的辐射剂量，甚至和整个切尔诺贝利中冲上一线的近100名官兵受到的辐射剂量总和相当。但后来他幸运地活了下来，成了前苏联和俄罗斯救治辐射病的典型代表。布高斯基觉得是运动和锻炼帮他从死神手上脱身。他曾经一直是学院里最出色的篮球和足球选手，即使是事故以后，他也坚持在莫斯科的冬天骑自行车锻炼自己。另外，他从小就像被什么力量一直在考验一样。1942年，他刚刚几个月的时候就被德军从母亲的怀中抢走，扔到雪地里。德军在他们村庄收缴游击队，
直到几个小时以后，德军离开，他妈妈从雪地里找到他的时候，他依旧没有冻僵。39岁的时候，他又经历了一次一个人的切尔诺贝利，再次幸存。他说他正在接受考验，整个人类的生存能力也在接受考验。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难道这就是冻龄的原理？太可怕了。